歡迎來到新聞和活動頻道，請訂閱和分享已更新有關當今最著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苦等6年終於官宣，楊紫彭冠英首次合作，才是真正的雙向賦能。影視圈很少有哪部劇能像這個項目一樣，把高層的糾結拉扯到如此極端的境地。一邊是內部試片時對綠幕痕跡和過時服化道的擔憂，甚至傳出寧可認賠4億元也不願冒險播映的消息。另一邊，小範圍流出的樣片裡，2位主角的對手戲卻意外收穫好評。兩種截然不同的反饋，硬生生把這部被壓了6年的古裝大制作，逼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行業羅生門。資本的豪賭往往伴隨着不可控的風險。時間倒回2019年，林玉芬導演坐鎮，手握花千骨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爆款履歷，加上3到4億的頂級預算，這本來是個注定要在年度成績單上耀武揚威的 S 加巨制。誰能想到，2020年剛剛殺青，次年原男主涉案入獄的醜聞，就讓劇組瞬間墜入深淵。面對廢片危機，片方沒有選擇廉價的人工智能換臉技術，而是砸進2到3千萬的追加成本，走上了最燒錢的換人重拍之路。這種隔空縫合的拍攝方式，對演員的信念感是一次殘酷的剝削。彭冠英進組後，面對的是超200場戲的龐大工作量。他必須穿着繁複的王爺戲服，站在空無一物的綠棚裡，依靠監視器裡幾年前的舊畫面找情緒。導演的口令一響，他就得跟空氣對眼神。任何一幀口型的偏差，乃至側臉陰影1毫米的錯位，都可能在彈幕裡被群嘲為貼紙特效。3700多個鏡頭必須逐幀重剪，這哪裡是在拍戲？分明是在做一場精密的視覺外科手術。為了匹配這次大換血，整個故事的骨架被徹底打碎重組。最直觀的變化是體量上的瘦身，原本注水到60集的劇本被大刀闊斧地砍到了40集上下。更關鍵的是，為了給原男主抬轎而硬塞的感情戲被刪除了80%。楊紫為此擠出約20天重返片場，補拍新增的探案主線。那些通宵對詞的無背景音長鏡頭，以及雨夜貴的弄得滿膝蓋淤青的流出畫面，遠比常規的宣發物料更能說明劇方自救的決心。這種被逼出來的劇本調整，反而讓角色魅力有了觸底反彈的機會。李書白這個人物極其挑演員，他19歲平定徐州龐勳之亂，卻背負着惡毒的6字預言詛咒，極度潔癖，討厭他人觸碰，智力超群卻又害怕酸味。這種集深沉與龜毛於一身的設定，需要極強的內斂克制。彭冠英為了還原幾年前的拍攝狀態，專門減重。他在陽光之下和玫瑰的故事裡積攢的那種複雜腹黑氣場，恰好填補了原版缺失的厚重感。女主角的成長軌跡同樣在這次重塑中變得更加清晰。17歲遭遇滅門慘案，僥倖逃脫後化名為宦官楊重谷。黃子霞這個角色自帶一種通透的悲劇底色。楊紫在演繹時，精準切分了大家閨秀的挺拔溫婉與小太監的謹慎微駝。那些沒有濾鏡和配樂掩護的審訊段落，完全依賴他的語速與眼神節奏來推進。從2019年到2026年，歲月的沉澱在演員身上留下了痕跡，也讓角色的隱忍多了一份說服力。配角的顛覆性選角，是這部劇隱藏的另一重驚喜。陳哲遠飾演的雨萱作為女主角的青梅竹馬，最終走向了充滿仇恨的絕路。從清新的田重谷偶賽到跨界，在這個沉重的故事裡塑造一個最終自盡的瘋批反派。這種強烈的反差感極大豐富了整部劇的群像烈度。一個崩壞的熟人作案動機，往往比臉譜化的惡人更能刺痛觀眾。放棄了俗套的無腦戀愛後，劇集終於找回了懸疑探案的真正質感。
故事的重心全面向北岩城的詭譎謎局傾斜，從宦官被雷劈死的異象，到準王妃離奇失蹤，再到密室死亡與歌姬殉情，每一個案件都不是孤立的單元，它們環環相扣，最終全部指向了皇權的猜忌與陰謀。那根刻着忠心藏之，何日望之的機關雙層玉簪，不僅是破局的關鍵線索，也見證了男女主從互相利用到生死與共的利益捆綁。然而，市場的耐心正在被無休止的傳聞消耗殆盡。8月初的最新組訊顯示，這部已更名為《簪中錄》的劇集全長35集，網傳暫定10月下旬登陸騰訊視頻。但就在幾天前，又有消息稱企鵝平台打算安排在年底上線。6年間，官方賬號的每一次異動都會引發空降的猜測，隨後又歸於沉寂。截至目前，依然沒有任何確鑿的定檔公告發布。觀眾已經被這種反覆拉扯折騰得漸漸麻木。作為內娛最特殊的事故復活樣本，它的命運走向依然充滿變數。2位實力派演員在6年的波折中，用互相托底的默契撐起了劇集的骨架。拋開皇位選擇浪跡天涯的結局設定，也讓整體格局超越了傳統的古偶套路。資本的巨額沉沒成本能否收回？心驚膽戰的高層最終會如何拋出這枚硬幣？所有的懸念只能等正片真正上線的那一刻才能徹底解開。